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川普的美梦恐怕又要被戳破了，因为他现在不断的透过贝森特讲说，这个本周要跟习近平要通电话。那现在川普还催促各国6月4号要交关税方案，然后呢，白宫也是希望能够赶快跟川普习近平在本周通话哦。但是呢，中国大陆方面哦，习近平好像传出倾向由幕僚来主导谈判，并不愿意跟川普直接对话。哇，这个川普恐怕要心里又不好受了，电话等好久哦，从上任等到现在，好说歹说，现在还是等不到。那再来，这个美股哦，倒是因为说传出川习双方有通话的机会，美股6月开门红。Meta 呢强涨了3.6%哦，所以看起来4大指数呢中场也都是集体收红的现象。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大摩小摩都有一些预测哦，就说美元看起来1年之内哦还会再贬啊。大摩觉得说大概会再跌9个百分点哦。那他说这个降息跟经济成长走缓，所以美元到明年中哦将会回落到疫情期间的水准。那小摩的 CEO戴蒙则是在论坛上面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内部的敌人。他说他倒是没有那么担心中国，他说中国的确是个潜在对手，但是他们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一些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但是他说这个最大问题影响到美国自己最大问题就是自己美国造成的呀。那还有这个现在大陆大量卖出美债之后，有接盘侠出现了。接盘侠是谁呀？吃下了1600亿的美债，结果原来是英国。英国现在已经超车了，变成了第2大的这个持有者哦。所以这是美国财政部公布出来最新的一个数字。那中国大陆跟美国现在又为了一个新的争端，也就是无人机啊。美国现在要草拟新的禁令，就是要围堵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哦。怎么个围堵法？不是说卖技术哦，而是你的东西太好了，我不让你卖进来哦。所以这个大疆的旗舰机哦，恐怕呢会被限制，不可以到美国来贩售。那谁不干了呢？原来是这个美国的农民跟警察说怎么可以呀？因为他们对于大疆无人机的依赖度非常的高哦，所以美国各地你看到了农民使用这种大疆无人机啊来灌溉、喷洒农药啊，还有监控一些农业的一些这个成长啊，什么一些精确的科学记录啊，还有病虫害啊。那警方的话则是用无人机来进行执法，还有一些灾害救援。那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他们是哇哇叫，就说如果你这样子禁令的话，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依赖这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也就是大疆无人机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统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截至今年3月，那德州呢有966架这个州警察局还有治安部门登记的无人机，其中有879架就是大疆生产的。那还有呢，农村的话也是大多数选择使用来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哦。所以你如果这个禁令真的禁下去的话，受伤的就是你们自己啊，这个农民跟警方现在该怎么办才好？那另外呢，川普禁了这个晶片，那看起来呢要扩大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管制哦。中国大陆有几家关键的半导体公司，包含了华为还有长江存储，现在都被列入了华盛顿的实体清单当中。那辉达的首席科学家在讲，他说其实过去替辉达在撰写程式的这些都是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 AI 研究员，而他们现在因为这个禁令都已经转向帮华为去写程式了。因此现在华尔街日报就讲说，美国看起来这个态势是难以阻挡中国大陆的科技进步， AI 就是下一个反超的领域啊。那的确我们看到华为最近的动作挺多的它要携手中芯，要突破3奈米制程的大关所以看起来这个连韩国都担心起来了，就说现在中国大陆华为、中芯要准备要
迈向3奈米啊，所以这个可能三星也要这个莫雷修了，因为现在不光是这个美国、台湾是敌人，中国大陆这样子一个团体战的方式哦，恐怕接下来韩国要出局了吧？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太羞辱人了哈，他把关税拉这么高，拉了这么高以后，违反了 WTO 的规定，而且还要对方的国家说你把你的制裁了自我羞辱的方案拿给我。那什么叫做自我羞辱的方案呢？就是说，你要告诉我你怎么样让我满意，你要拿出多少钱来，你要让我多少利益，拿出多少钱来让多少利益都是自我伤害自己嘛。那就是伤害人民的利益，伤害企业家的利益，伤害政府的这处境的利益嘛。所以他们这些懒到什么程度呢？川普跟他的团队懒到连自己的方案都不愿意提，要欧盟给我提方案，民进党赖清德给我提方案，日本给我提方案，他要这一些趴在地上的人都给他提方案，说，我这个方案，我自我砍我自己的耳朵，我砍我的手，我来满足你，可不可以？这个太羞辱人了。那到目前为止除了赖清德说他们谈得很愉快以外，其他的石破茂已经第4轮了，没有成功都是无功而返。欧盟现在的态度就是说，那我们再看着办嘛，那你等你6月4号就台湾的时间，6月5号，你如果给我施加钢铁税到50%的话，那现在看欧盟是不是就一张嘴，还是真的会有动作就砍下去了？那现在大家都在等，看你欧盟敢砍，还是你川普敢涨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加拿大说你给我砍到50%的话，我根本没路走嘛，因为50%的关税，我钢铁根本就卖不进去了。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哇哇叫啊，因为没有这些加拿大的钢铁进来，他怎么去做车？那一定是更贵嘛。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来看看卡尼怎么做，因为再过2天就到了台湾的时间，6月5号，大家都看清楚看明白。那这么羞辱人的一个团队，现在中国大陆顶在那个地方当中流砥柱，所以日本的政界也好，学术界也好，都说要向中国大陆学习。最新有一个民调机构，就是晨间的这个顾问他们的民调是很有权威性的，他们一直追踪全世界的舆论，他们对41个国家的样本做调查的时候，美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形象是负面的，从去年的正20跌到负1.5，中国的形象是正面8.8%，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从拜登以来，花了这个民主基金会不知道几百亿、上百亿的钱，还有国务院、还有 CIA 的钱，然后买通全世界的的记者、媒体，然后写那些有毒的文章来去伤害中国大陆，搞了4年以后，现在完全破功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没有拿到钱了以后，骂中国的少了嘛。所以我们看看国际的文章，还有一些华文的媒体，还有一堆这个以前都是拿美国人钱的那些这个华人在海外写中文版的那些人，现在骂的少，那些钱拿不到了，所以骂中国大陆骂少了。骂少了以后，结果再加上很多网红到大陆去以后就说我们被骗了，几乎大家都讲同样的话，我们被我们的国家骗了，被美国骗了，被法国骗了，被德国骗了，被英国骗了，每个人都被骗了以后，他们报道回去了。现在你看大陆刚好把这个签证费往下降，甚至免签，一堆人到大陆去都觉得他们被骗了，被谁骗？被那些有毒的民主基金会发的那些有毒的美钞，对然后写的那些有毒的文章。我现在为什么一直在讲有毒？因为那是美国人最爱用的语言这有毒的措施这我全部用美国人的方法还给美国。那如果说川普真的又要对大疆动手的话其实美国这个市场不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买了。您刚刚谈到的警察也不过是买了几百架在对大疆来讲那不算是一个量了但是问题就是大疆的无人机确实是好，对，你如果美国买不到的话，或者买得很烂的话，你的农民怎么办？你的消防警察怎么办？你的森林警察怎么办？你的海上防卫队怎么办？你的边界的这些巡逻队怎么办？甚至你打击犯罪你怎么办？我觉得你就禁嘛。好，来问苑老师。
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从上任到现在的话呢，130-140天的话，一事无成之外，就是无法无天，又笨又坏啊！讲这个话的话呢，我真的是想了好久。为什么无法无天呢？因为基本上呢，他完全不尊重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自由贸易的原则，一个是全球化，另外一个话就是贸易自由化。这个是美国所提供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美国非常鼓励 WTO 的成立，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过程当中，整个最主要的推手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上来的话呢，就是当美国人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以及自由贸易的好处以后呢，大家都非常了解，美国迟迟没有发生任何情况的通货膨胀，长达一段时间以后，在所得消费这么高的情况下，没有发生通货膨胀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全球供应链提供了大量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很明显的。现在川普的话呢，我分成2个部分来讲啊，他所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川普这个人呢，他实在是很笨，他不了解文化啊。我们的文化当中呢，讲要不要打电话这件事情啊，分主动跟被动啊。我现在要翟轩打电话给我的话，我一直在讲翟轩如果讨厌我，他不会打电话的。他除非的话呢，改变你的印象，他才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懂而且的话呢，我们不可能跟一个讲话不算话的人打电话而且呢，更不可能跟一个刚刚才答应，然后又说不答应，然后又说答应的情况的打电话，打了根本没有用。这个是一个我们文化当中，我们对一个人要沟通的前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是独一的文化，但是要沟通的前提是彼此要有互相的信任感。如果没有互相信任感，话都不愿意说。我们常常都会说嘛，对不对？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这个道理，对不对？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来讲到大疆的无人机我说句良心话，大疆无人机根本不需要靠美国市场。大疆无人机占据了整个无人机市场起码80%-90%以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大疆无人机的话呢，在这个浙江杭州那边出来的，它是本身真的是讲起来它有3大好处了。第一个性能好嘛，对不对？第二个的话呢，价钱优嘛，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应用的范围极其广泛嘛。这边只是提到了那个农产除虫施肥什么的刚刚的话呢，这个我们赖老师也提到了，什么救火啦、森林救火啦大楼救火我们都参观过。另外，你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我都不好意思讲还有军事上的用途这个是能够想象到的用途的话呢，就无人机因为大陆现在都在推展所谓的低空经济，就是说大家对于以后购买的东西的话，原来现在有闪送用人来送，现在的话呢，直接用无人机在几公里以内的范围就到你家门口，就把东西交到你家的地方。以后我觉得每一家户的话呢，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篮子被无人机放货的一个地方这个的话呢，都是可以想象的。无人机本身的功能非常有效像在大陆很多城市的话呢，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无人机所导致的这种计程车什么各方面，这个都是进步的趋势。我必须要强调，美国现在对大疆无人机设限的话呢，就是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我必须说明大疆的话呢，不一定要卖给美国人，因为它基本上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市场它所有出现的新的东西，它有它能够获得优势的地方。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要一意孤行，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的话呢，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美国自己要走上一个退步的道路，那我们也没什么意见了。好，来文将军。那我觉得这是中美两国这个不管是贸易战或者是科技战很明显的。这2个国家彼此就是一个掐了他喉咙，另外一个堵住他鼻孔，你不让我喘气，我也不让你呼吸，那看最后谁赢那我们现在来看这2个动作。第一个来讲，美国用什么东西来掐住中国的脖子呢？他用科技，用晶片用他的这个贸易关税，这个你东西要卖到我这边来，我就给你很高的关税，想要用这些手段来掐住中国的喉咙。那中国用什么方式堵住他鼻孔呢？就是用稀土，我堵到你，让你的这种这个大到美国的军工产业，小到你的汽车工业，现在来讲，我们知道，包括美国的通用、福斯，还有这个福特这几家公司，目前稀土的存储量大概只够2-3周，因为汽车现在几乎都要用到稀土，你包括你的发电机这个引擎的冷却系统甚至于你导航系统，你都要用到稀土。当你没有稀土的话，你车子就一辆也都做不出来。你不要说少一样零件，一部车子你能够少轮胎吗？你少轮胎，你车子就不是成车嘛。你其他东西再多也都没有用。所以中国第一个用这个，第二个来讲，在贸易部分，他就跟你硬杠到底就是说你要多少关税，我奉陪到底。当初你喊到145%，我也跟你喊到145%。那我们现在这2国现在目前处于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看看到底是谁这个能够先要跟谁低头来谈这个事情。所以川普现在来讲要跟习近平通电话，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是川普真的讲这些话，等于活在平行时空了。你在这边一方面要跟人家通电话，一方面要跟人家降低姿态，拜托人家把稀土卖给你，要跟人家谈关税的这种贸易，但你一方面又在加大力道禁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这2天，我这个礼拜来讲，我们看到它又加了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大疆，对吧？美国来讲，各个企业来讲，现在不准再进口大疆了哈。其实这不是军用，这是民用的大疆哎。美国我不晓得在这个什么，你是断自己老百姓的路嘛？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C919发动机，他说他也不卖。那这几招，我觉得你对大陆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效果不大。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C919发动机，中国自己可以做出长江1000，它已经挂在运2池上面在试飞了。那如果状况好的话，它自己可以生产。你要知道，它都可以做出涡扇15、涡扇10那种军用发动机，那是超音速的。当然民用的发动机不需要那么大推力，但是它可以做出更大推力来讲，它当然也可以做出比较合乎商用的发动机做得出来。那晶片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讲美国也要卡住晶片，我觉得晶片你要卡住它也很难的。这是谁讲的话？这不是我们在这边讲的话，这是黄仁勋讲的话。他说华为的晶片这个效能 AI 晶片效能已经快抵上它的华为 H200，它因为进它的 H50都已经这个亏损了50亿美元。那现在每年呢，美国来讲，这个辉达在中国的晶片市场有500亿的这种市场商机，那你叫黄仁勋要放弃这个市场，他怎么可能做得到？他一定是不甘心嘛。但是相对的，我们看到华为来讲，它现在生产，它最近要推出来手机叫 Mate 70，这款手机来讲，号称是5奈米的晶片做出来的。那5奈米晶片它可以量产，代表什么呢？代表它可以做出这种手机，可以拿出来卖，可以量产来卖，代表它生产5奈米的晶片没有问题咯。那到底谁做出来的？美国自己去研究，这代表中国在这方面可能短时间之内，它可能没办法做到像1奈米、2奈米那种技术。可是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有一点突破，它后续可以突破。但是反观你美国现在来讲的话，你的这种稀土就是卡到你脖子，你一点皮条都没有，再给你10年时间你也练不出来。美国有跟澳洲来提了，澳洲有产稀土，问题是说澳洲跟他讲说，我只能在实验室做2公斤。你知道你要当商业用途，你不是挖出来那个稀土，你要提炼，你提炼你还量要够大，你才提供到商业用。你如果只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那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中美这个贸易大战，美国呢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川普会胜算很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俄乌直接的这个对话，但是在对话前竟然又发生了一个是不是会导致俄乌战场再度升级的状况，那就是俄版珍珠港事变呐。乌克兰的无人机是直接袭击了俄罗斯。我们来看画面那这一次的袭击规模非常的大这样的无人机直接去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军用机场那是炸毁了41架的战机，价值70亿美元用无人机去偷袭了这样子的战机。所以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讲说，其实包含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在内的5个州多座的军用机场都遭到基辅策划的无人机攻击，犹如珍珠港事变的俄国版也再次彰显出来无人机带来战争新形态的转变那所以现在无人机如果这样大举的进攻跟袭击的话，现在俄罗斯的民众都已经这个纷纷起来，看到无人机就要冒死来阻止也有相关的画面，我们看到有几位这个俄罗斯人发现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要发动攻击是直接爬上这一个搭载无人机的卡车进行阻止有人在卡车下递了这个石头跟棍棒，试图要砸毁尚未起飞的无人机，甚至要掰断它的旋翼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战事是不是又要再度升级了呢？因为这也引发了俄罗斯非常大的这个愤怒的反应那所以看到了这个俄乌战场也告诉了全世界，现在
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无人机的时代，从无人机到光纤无人机，看起来都已经在这个战场上面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哦。所以马斯克也讲说，接下来不是这种有人战斗机无人机才是未来战场的主宰。那的确，现在目前俄乌要进行的这个停火谈判，被这一个黑天鹅事件给影响哦，所以现在很多的专家想说，恐怕对于未来是抱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哦。本来看起来已经这个俄乌双方坐下来要进行和平的谈判，但是这一次在谈判之前发生这个事件，所以谈判还延迟了2个小时才开始。1个小时谈一谈就不欢而散了。俄罗斯代表的情绪是十分的愤怒了，其中一位甚至扬言莫斯科会对基辅进行可怕的报复性打击，所以这应该已经是谈不下去的一个僵局哦。那土耳其的外交部长也讲，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接触上面，他还是希望双方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让俄乌的战事赶紧停止，毕竟已经那么多年了嘛，已经到第3年了。那还有俄乌在这一次的谈判当中，可能比较有共识的就是针对换俘的协议。现在目前呢，他们同意对于重伤重病的战俘进行交换，还有第2类的战俘就是18到25岁的年轻士兵也是进行全部交换，以6000对6000的比例来交换阵亡士兵的遗体。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讲说，其实呢，川普是很想要结束这个冲突，但是基辅是不感兴趣，因此基辅发动了这一次的动作。有人在讲说，这是要换到更多的谈判筹码吗？但是这会不会反而这个动作激怒了这个俄罗斯，让克宫这边又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让这一次的这个停火谈判搞不好会这样喊卡呢？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白宫讲说，川普也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就是说，土耳其提议美俄乌一起来谈，川普打算要去可是现在问题是俄乌还愿不愿意继续谈呢？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普丁的愤怒一定是会发生的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川普怎么看这个问题。川普他确实是希望能够停火，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应该是驾驭不了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了。所以在谈判的过程中，那乌克兰启动了这样的一个蜘蛛网的这个方案这个作战计划，造成俄罗斯的损失。普丁的报复行动一定会展开。我个人的推断是，川普他一定能够理解。那川普一旦能理解，川普本人或者是就不会让美国去介入阻止这个普丁对于乌克兰的报复行动。只要美国不介入，美国不阻止，那这个就是乌克兰跟欧盟对俄罗斯的问题了。那接着要看的就是你欧盟能够提供多少的防卫力量给乌克兰，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报复的打击行动绝对会连本带利都要还回来。那这个不只是无人机的攻击，甚至导弹的长程的这个火箭弹或者是短程的导弹，对于整个乌克兰的每一个州每一个地方进行密度高的强度高的报复行动，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在接下来没几天会看到。那我们来看看这次泽连斯基所主持所领导的这个活动，美国已经撇清责任了，说我真的没有参与，我们也真的不知情。那这样的情形，当他表达说他没有参与，他也不知情，所以美国人没有跟你俄罗斯玩边谈判边打的这个两手战略美国人没有这样玩。那接着对于普丁来讲，那也就是说你要做出来诚意给我看。我开始攻打乌克兰的时候，你不能插手，你也不能够给乌克兰任何财政、军事、其他的援助都不可以有，因为我合法合理的报复行动，那这个是我的权利。我相信在这个部分，川普很有可能会睁一眼闭一眼，让俄罗斯来做这件事。那接着我就要问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次行动有没有他自己宣称的那么的战果那么的大，或者是说俄罗斯的损害有没有他们自己宣称的这么的小？其实我个人的推断，目前来讲
得到最新的一个资料，是商用卫星啊，就是美国的商用卫星对于这个乌克兰所宣布的对5个州，包括远东战区的5个州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他们马上用商用卫星去把整个基地做一个检查，全部都扫描，那么都照过来了以后，他们发现这个泽连斯基过度的扩张战果。泽连斯基说，最少打下这个5个州，而且最少这个摧毁了40架这个战略轰炸机，以上包括 A50的空中预警机等等。但是美国的商用卫星发现没有，就2个州，就是2个空军基地有被打到，其他的3个空军基地有一个基地它是草皮上有燃烧的痕迹，但是这个整个基地上的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那2个基地的这个轰炸机被炸毁的时候，他们整个算起来发现应该是13架左右，就是13架左右是被炸毁的，其中有8架是图95，图95俄罗斯已经不量产了，所以它现在是少1架就没有了。那这一些被炸毁的已经不可能被修复了这我想对俄罗斯的战力有没有损失？有，但是有没有它夸张的那么大，说损失了34%的战略轰炸的能力？没有我想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好，来文将军，这次乌克兰泽连斯基犯了个极愚蠢的战略上的错误。我们知道军事的逻辑应该是战略，你的战略定出来之后，你要去指导你的战术行动，你的战术行动才可以去训练你的战斗技能，然后去购买你所需要的武器跟装备，这是一个思维逻辑下来的。当然，你下面的部队训练的战绩要能够支持你的战斗，战斗要能够支持你的战术，战术要能够支持战略，这是一连贯下来。那我试问一下，你泽伦斯基你做这个动作，你的战略目的何在？第一个，你是要和谈吗？军事上你是要和谈吗？你既然打了这场这个突袭行动展开之后，你根本就不可能再和谈嘛，你不可能。那你战略上面你是要在战场上面获胜吗？我觉得更不可能，因为如果说这场突袭行动打下去来讲的话，你在战场上面只会把这个俄罗斯更激怒，他会用更加大的力道在战场上来获取他所需要的胜利。第三个，你是要拖北约下水吗？我觉得你这场动作来讲，也不可能拖北约下水。好，那你战术确实是获得一个奇袭，一个极大的成功，这我们不可否认。可是战术你这个战术的成功是不是能够支持你的战略？我觉得做不到。所以我们经常把这2天有人将它比喻为珍珠港这个被偷袭事实上我也认为珍珠港偷袭类似这种情形，但是珍珠港偷袭日本也犯了很大一个错误，也就是在战术上面他获得奇袭获得成功，但在战略上面来讲，他是极大的失败，极愚蠢的事情，因为他把美国唤醒了，然后美国组织联合舰队就开始这个回过头来在太平洋主导战争，最后打到日本人投降。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将它视为一个珍珠港事变的一个这个形态重演来讲的话，是不是乌克兰最后也走向日本的下场？你在战术上获得成功，获得一次突袭，然后之后来讲的话，俄罗斯你要知道，他之前一直讲一句话，他说他是特别军事行动，他没有说是战争的。那好了，这下子他把你全国都动员，你将俄罗斯全体的老百姓激怒起来，然后大家都愿意去参加这场战争。那如此状况之下，是不是全俄罗斯动员起来？他可以动员更多的军队，他可以动员更多的装备，然后在战场上面来对你加大力度来报复的打击。我觉得泽伦斯基犯了一个这个极严重的战略上错误。现在来讲，最明显的你这样说，现在来讲，美国是否认，我跟你讲，德国也否认了。德国外长在今天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俄罗斯不可能失败的。你德国突然在这时候讲这种话，而且德国外长讲的说是俄罗斯这个时候他可以大量的动员他的军队来在战场上获得胜利。所以我相信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普京没有任何的动作，这等于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合理来讲，我们都是应该看到普京去安抚士兵或者是巡视部队去看受伤的地方、被打伤的地方，他都完全没有。
它只有静静的，然后俄罗斯的电视台也没有特别的报道，反而和谈在照常举行。虽然说和谈的效果我们已经可以预想而知，达不到什么这个大的这种双方来讲达不到和谈的共识，只是说尸体的交换这个阵亡人员的尸体交换，或者是说18岁到25岁战俘的交换，只有仅止1个钟头就谈完了。所以说，在和谈上面你也达不到这个目的，在军事上面你反而进入了。那现在更糟糕了。好了，现在美国跟德国、北约这些国家马上撇干净。我跟你讲，你泽伦斯基你就自己去面对紧接着下来这个普京对你的军事上的打击报复。我想说，反而这时候北约国家根本不敢插手。等于把北极熊唤醒了。文元老师，我跟你讲啊，必须要替乌克兰说几句话。哇，干得非常漂亮啊！不得了啊！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查阅了世界主要媒体以后啊，才发觉啊，这个情况真的这样子啊。那么乌克兰的话呢，对于这个俄罗斯送出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讯息啊，就是我们不怕把事情扩大，我们不怕跟你拼到底，我们不怕死啊！这个他们就是真的不怕。大家不要忘了，乌克兰打到现在的话呢，时间上来讲的话呢，都是奇迹啊。泽连斯基在宣布的时候啊，这个整个事情策划了18个月，策划之详细啊，把那个车子上柄全部改成了无人机的装了无人机从那个货柜车的屋顶上飞出来，18个月啊。这个事情大家比喻叫做偷袭珍珠港事件2.0啊，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注意到BBC 上讲41架的战略轰炸机图95、图160都有不得了这个力量的话呢，这个攻击的话呢，怪谁？怪俄罗斯自己大意了，犯下了这种低级错误那个战略轰炸机都没有进那个机棚里头否则让那个无人机的话，无人机能有多大？这个4桨的那种无人机的话呢，时间的点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是整个乌克兰自己要拼了命的干而且自己还在谈判，谈的话呢，当然很难看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换人质地点，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非常厉害有的时候跑到北极圈里头去了，4000多公里整整送了多久？大家要了解这个事情的策划的话呢，以前大概只有以色列搞得出来，现在乌克兰也搞得出来了这个也是非常那物件的话呢，我要强调那个战略轰炸机是非常重要的估计的话呢，70多亿美元的损失对俄罗斯来讲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时钟，就是把它叫醒了一样。它实际上的话呢，首先第一点，慈不掌兵；第二个的话呢，拖了这么久的话呢，大家离心离德各方面就想在战场上获得一点利益。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说真的是俄罗斯没有想到乌克兰会干出这种事情来。那这个事情的话产生的后续影响，大家知道，我现在只要讲一件事情，对整个战局有没有影响？那这点我是同意的，没有什么战局没有影响，俄罗斯的话呢，继续会加大它的力度，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一个本质的转变了原来是要4省，现在要多少省都不知道了。那这个事情会变得非常非常难看的一场战争真的是战争不是特别军事行动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印度这一回竟然没有要去 G7 峰会这可能是6年来第一次莫迪要缺席根据这个印度媒体的这个报道，他们讲说是因为现在新德里跟渥太华的关系挺冷淡的，所以没有收到主办国加拿大的邀请，可能莫迪就要缺席啦。那加拿大方面的发言人拒绝明确的回应说莫迪到底有没有收到邀请所以双方就是看起来这个是个僵局那其实这个加拿大跟印度之前就是因为这个加拿大锡克教的领袖遇刺的事情跟这个印度政府有所关联，因此印加两国曾经进行过多轮的外交战。那如果这一次莫迪没有出席 G7 的话，这也是2019年以来首次印度领导人没有出席这一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聚会那过去呢，印度一直在讲说他们在这个峰会上
上面受到欢迎啊，代表着印度全球的影响力不断的被扩张啊，不断的被扩大的一个证明哦。那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哇，这次没有出席，是不是代表着世界影响力受到了影响呢？那人家讲说，这也是这个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印度失宠于西方，外交讯号更加清晰而明确哦。那莫迪接下来还要在本周召开新多尔行动的首次部长会议，那主要是为了说接下来，因为他们的执政11周年啊，要展开下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活动哦，又要让大家知道说，他们这个新多尔行动是非常精准打击了这个恐怖基地哦，所以可能也要搭着他们这个执政11周年有一系列的这个特别活动。那再来，我们看到现在印度的这个声量啊，也不断的扩张啊，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他们的一些梦想，要让印度再次伟大嘛。那他们讲说接下来在电动车领域哦，跟这个航空航太业，他们都有一些想法。比方说，他们现在要祭出零关税，吸引全球的电动车巨头能够到印度这边来，主要是想要招商特斯拉。结果没想到特斯拉，这个给脸不要脸是吗？态度还挺冷淡的哦，所以让印度感觉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特斯拉看起来没有意要进入到印度哦，他们就说。他们只打算以这个出口的方式去到印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印度那边设工厂问题很多。我们台湾很多的这个企业去到那边也都是一鼻子灰啊，所以现在看起来特斯拉也没有意愿过去。因此呢，印度就有一些这个行业分析师讲说，你又没有吸引到特斯拉，又没有吸引到比亚迪，请问你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纯电动车，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竞争力吗？那还有莫迪现在在这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他就讲说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花40亿美元来打造全球的航空枢纽哦，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印度制的这个飞机，我们也要开始着手进入到这个航空产业里面，这样子加大规模。那他说我们有这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还有没有这个 AI 绿色能源人才库那讲的就是信心满满的。我们来听一下。2030 तक भारत को $4 बिलियन का एमआरओ हब बनाना, मेक इन इंडिया के साथ सभी एविएशन कंपनियां डिजाइन इंडिया भी करें। 好，所以他这个信心满满，要说接下来他们的航空业要跃居全球第3创造770万个就业的机会但是对比一下这个现在他们在航太业好像也想要瞄准中国大陆作为竞争的对象中国大陆的问天2号行星探测器成功的发射升空，任务期间是大概10年左右那接下来印度要怎么样？这个也进军太空呢？印度的太空梦也被吐槽我们来听一下。你见过宇航员靠着瑜伽垫求生，靠着冥想连通宇宙的吗？全世界也只有印度真能整出来，而且他们还说要超越中国呢。这次呢，他们一共是训练了4个航天员，听说最大的都快50多了吧。在俄罗斯训练期间，据说都快把教官都给整崩溃了。你比如说，别人在练抗荷动作，熟悉这个按钮，这几个航天员在干嘛呢？在舱里头开始打个坐，搞冥想，我要与宇宙的能量连接，搞得那个俄罗斯的教官看的是一愣一愣。你说一边是科学，一边是神棍，三哥是真把太空当成灵修的道场了。就没有什么是靠意志力不能达成的，在印度这边是不是真打算这么做？印度的冥想功力不容易印度的自我催眠法阿 Q 式的这种满足法、精神胜利法，我们也是蛮尊敬的，佩服，真的佩服吗？那我们希望他继续下去，我们会继续佩服他先看一下，在2019年，就是在川普第1任的时候，他开始在打印度牌来对付中国大陆，庞贝奥主导的所以这个印度就被邀请去 G7 了。他以为他在国际之间有影响力了，其实他被美国人当成一个棋子，用在中印的边界里面搞乱子。2020年就爆发了冲突了这个就是美国人叫印度人去跟中国大陆打仗然后两边的军人徒手打，结果印度被打死20几个人
活生生的用徒手打死20几个人，中国大陆阵亡的4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印度真的是不简单啊。好，除了这个以外，而且那是印度设计好的，结果被打的那个落花流水，就跟这一次印度要去打巴基斯坦，结果6-0，巴基斯坦完胜的一个情况一样啊。这个就是印度厉害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没办法去 G7 呢？因为这次主办国是加拿大，而席克1的加拿大人在他的国内被印度的特工杀了，证据确凿，杀了3个人，所以加拿大要求印度要严惩凶手。那印度怎么可能会严惩凶手呢？所以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破裂。当时杜鲁多请这个美国的拜登总统请他帮忙，来要求这个印度莫迪要认错。结果当时拜登也要利用莫迪去挑衅中国，所以这个拜登就出卖了杜鲁多，这个也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这就是美国总统啊，台独的想清楚，你所追随的、跟随的美国总统，历届以来都是如此，这一点永远要想清楚啊。那现在轮到加拿大主办了，你还是没道歉认错之前，那为什么要邀请你来？所以当然莫迪就不容易接到这个邀请函了啊。这个等到下一届你就可以去了啊，因为不管是日本办或是哪一个国家办，他一定是听从美国的，那把你邀请过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失望，你只要干到明年就行了，你一定可以再去参加你的 G7 啊。电动车的问题啊，我觉得马斯克是正确的、聪明的，因为特斯拉不去印度设厂是很聪明的事。当初小米也有到印度去设厂，小米的下场是如何？我想观众朋友看得很清楚。你的任何工厂到了印度去，你只要成功的，你就准备被他没收。他会用你永远想不到的法令规章去对你财务审计、财务检查，然后再把你的负责人抓起来，然后把你的工厂把它弄掉。这就是印度。所以我觉得马斯克看得很准啊，他就是不去印度设厂。台商在这个部分啊，你自己也想清楚，你不要被印度人骗了。印度要你来的时候，哇，这个什么条件都给你。等到你开始快成功，他觉得可以把你抢走的时候，他下手同样够狠。印度在航太事业啊，别想了，高铁航太要跟着人民所得而来，因为同等票价，你的中产阶级不够，没有人搭飞机，你盖机场再多也没用。好，我们来问袁老师。每次讲到印度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点特殊啊，就是印度人才很多，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所讲的这几件事情啊，印度跟加拿大的关系的话呢，其实讲起来比较紧张。在杜鲁道的事情的话呢，就是这个原来讲尼加尔的那个暗杀事情，接二连三出了事情的话呢，印象很深刻的原因就是说，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莫迪的话呢，在加拿大搞希克族的暗杀的事情啊，接二连三，那他自己表现的态度非常强硬嘛。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印度有强硬的理由嘛，大家就是都要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嘛。那可是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呢，从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冲突以后啊，我觉得印度的国运好像下降了非常非常多啊。我觉得10几年、20年大概都恢复起来。大家会觉得说，你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仗势大家都要拉着他嘛，就先鼓励来投资，投资以后呢，要你整场输出，整场输出以后，那么这一次的当中涉及到的阵风战机啊，那个战斗机的话呢，欧洲达索公司的阵风战机也是这一套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有很多尾款，23亿美元的尾款都没付，已经被打掉3架了。那这个问题的话非常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缺乏信用啊。那印度的话嘴巴很能说啊，到时候的话呢，做起事情来啊，那个武器的话呢，都是万国大杂烩。在这种情况之下，卖给他飞机的话呢，就是觉得有点就是摸着心里非常紧张啊，但不晓得你到底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印度普遍来讲，值得投资的印象转变得非常快。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今天的时候，会感觉到印度自己的自信心都爆棚啊。我跟你讲啊，印度的自信心的爆棚啊，其中是包含了3个部分的。第一个，大家都不知道，印度人非常会说啊，印度人非常会说，而且他英文非常好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人才非常多啊，
这个国外的工作也都非常好，自信心也更是加强。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其实讲起来你也了解，印度人本身是真的是很看不起中国人的，他觉得他什么都行啊，觉得他自己什么行。你刚刚讲到那个太空的计划的时候啊，我听到他讲说用冥想在太空当中做事情的。我不晓得真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觉得印度人真的很相信那种超自然的功能啊，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吃东西啊，喝牛尿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很相信他们的神啊。印度是一个宗教性格非常强烈的国家吧，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从来不会看到自己在人家心中的地位。永远是自己看别人的态度，所以这个讲起来的话，温度差别非常大。其实印度的太空科技也算不错啊，印度还跑到了那个月亮的南极去降落，也成功了，也成功，偶尔会有成功啊，但大部分也有失败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看这个印度的科技发展的话，必须要用这种比较全面的角度来看呢。好，将军。我觉得印度这个说比较中肯一点的来评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贸然的想要从农业的社会直接跨过整个制造业，没有一个基础的工业，没有制造业，就想要进入到科技业、太空领域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务实际的。因为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它基础来讲的话，现在来讲，比如说它文盲率还是很高，虽然说空有14亿的人口，但是文盲率很高。第二个来讲，在经济方面来讲的话，它贫富差距是非常的悬殊。虽然说它号称现在马上迈入世界 GPT 第4大经济强国，可是它的穷人还是占多数。第三个，我们经常看到印度的印象就是给我们感觉就是这个火车上面连个基础火车都没有啊，大家都全部挂在火车上面走。那在这种状况下，你印度想要去这个很扎实的发展所谓高科技的高空的产业、太空产业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不务实的。那我们就以它的军工产业来讲，它夸张的话讲到什么程度？这是印巴战争之后，他讲了很多话，譬如说他要发展他的所谓5代机哈，他要在2035年开始列装，而且他们已经批准了。那有没有可能这个2035年他就要生产5代机？我们现在看到他自己生产的光辉战机哈，从开始列项一直到这个试飞成功，总共花了30年。那他这次讲话有多狂妄呢？你知道这次光辉战机为什么在战场上面没有用？因为它没有发动机。它发动机现在来讲，它才跟美国买到发动机，是因为莫迪上来以后去跟川普见面。大家记不记得那次莫迪到川普那边去，川普说给他 F414的发动机才可以装上他光辉战机。那你连光辉战机的发动机，你都是最近今年才开始可以跟美国要的，才可以装上你的这种。那你现在怎么去狂言说是10年之后你的5代机都要出来？他不只是这个狂言，他说5代机出来，我只做36架。为什么他只做36架？因为他要做6代机。哇，那口气更大了，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是他5代机只是过渡型的飞机，他之后来讲他要做6代机。那我们从他讲这些话，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来讲的话非常不务实，尤其是莫迪来讲。最近因为他发现他在制造业方面不如这个其他国家他开始他想到莫迪亲口讲到他发展什么制造业了？食品制造业，他要创立全世界最高端的饮食产业那大家就准备这个多尝尝咖喱味道。但是美国支不支持他？我们看到川普这时候是对莫迪是什么态度？第一个，我们现在最近的消息就是，他说库克，你不可以将你的苹果手机到印度去生产嘛？那你川普是对莫迪，他想要发展高科技，结果你自己川普这时候不让他去生产。那另外来讲，莫迪也认为说是他跟美国有没有机会零关税，但是也被川普打脸所以种种等等，我们看不到美国对印度有什么支持，他只是在这方面对他来讲的话，只是利用他而已了。希望所谓的印太战略，希望他在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上的优势能够在这边跟中国采一个对抗的，利用它做对抗。